你知道在这么多刘备扮演者中，谁才是最经典的吗？我看肯定很多人会说新三国中的于和伟，还有月光宝盒中的元彪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以上说的都不是。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，别着急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整理了大量的影视资料，盘点出前8位最具有争议性的刘备扮演者，将他们由差到好依次排序，现在为大家一一奉上。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杨佑宁版刘备，他出自电影《真三国无双》。如果我们从三国的视角去看的话，确实会显得略有一丝尴尬。而杨佑宁作为刘备的饰演者，从颜值上看自然是没得说，他脸部线条非常均匀，不论是演古装还是现代偶像剧都是非常的帅气，因此他比较适合演武将这一类的。但饰演刘备这样的角色却显得有那么点违和感，而且网友们纷纷质疑，是不是和关羽饰演者韩庚拿错了剧本？身板厚实的杨佑宁确实看上去更适合关羽一些，也许两人角色互换一下就非常的有感觉了。但话说回来，这部电影从造型到特效都堪称完美，每一个人物的造型都非常有特色，每一场打戏的特效都令观众大呼过瘾。其次，这部电影演员阵容极其强大，说明导演也是花了很大的心血，想要将这部电影完美的展现在观众面前，让广大喜爱三国题材的游戏玩家有一个更好的体验。排在第7位的是元彪版刘备。众所周知，这个版本的刘备源自于一部爱情喜剧《月光宝盒》，其中汇聚了58位华语影坛演员，阵容可谓是十分强大。就拿元彪一人来说，其实他也是个练家子，早期和成龙、洪金宝一个戏班子，那为何一个动作演员却来演喜剧了呢？原来在09年，刘镇伟曾经给元彪打了一个电话，让他来饰演一部喜剧电影中的刘备。当时元彪很纳闷，刘备怎么能和喜剧扯到一起呢？结果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，这是一个变了性格的刘备，里面充斥着各种无厘头搞笑元素，堪称恶搞至极的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大话西游》的结合版。总的来说，《月光宝盒》是一部很成功的喜剧电影，其刘备一角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欢乐。你知道哪个版本的刘备最经典吗？现在就来带大家了解一番。第6，方中信版刘备。11年前，一部由甄子丹和姜文主演的英雄史诗电影《关云长》上映。就在大家被甄子丹和姜文强大的气场所吸引时，影片中的刘备也脱颖而出，其饰演者正是方中信。他眼神犀利，气宇轩昂，堪称史上最有魅力的刘备。当他骑马进城，享受路旁百姓的欢呼迎接时，更是明星范儿十足。虽然方中信的体型和小说中的刘备有所出入，但导演依然认为他就是最适合演刘备的人。对比一下以往的饰演者，方中信确实非常的有气质，而且饰演刘备二夫人的演员更是大赞，他不光是一位十分优秀的演员，更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刘备。当然，能获得如此赞誉，也需要靠自身的努力。他在塑造角色的时候，在造型上吃了不少苦头。当时在炎热的夏天，穿的衣服特别多，还要套一个很厚的头套，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坚持得下来的。可以说，方中信是最有魅力的一版刘备。第5，月华版刘备。其实他饰演过很多的古装角色，从金玉良缘《红楼梦》中的贾政，到瀛台泣血中的谭嗣同，再到楚留香中的吴花。月华一文一武，亦正亦邪，什么样性格的角色他都能稳稳拿捏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吟诗作画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，也可以说是一名老戏骨。但在《三国之剑龙卸甲》这部电影中，有刘德华和洪金宝这样的老戏骨存在，想在其中脱颖而出，可见他的压力也不是一般的大。从观众的反响来看，他饰演的刘备还可以，但跟其他版本相比，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。第4，游泳版刘备。或许大家对游泳不太熟悉，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。游泳老师是国家1级演员，他早在1988年就出演了自己的首部影片，正式出道。之后在1992年出演《清凉寺的钟声》，荣获内地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。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老戏骨，出演《赤壁》中的刘备，效果又怎么样呢？从观众的反应来看，他们认为在《赤壁》所有角色中，游泳饰演的刘备最出人意料，也最符合观众心目中的刘备。比起梁朝伟饰演的周瑜和金城武饰演的诸葛亮，刘备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最难拿捏的。然而，游泳却出色地演绎出刘备的胸怀大志却怀才不遇，最终只能忍辱负重的历史结局，将刘备这个徘徊在至善至伪之间的角色刻画得入木3分，成为赤壁中最受观众喜爱的角色。原来于和伟版的刘备不是最经典的，现在就跟大家聊一下最后的排名。第3，严屹宽版刘备。16年播出的武神赵子龙一瞬间掀起了一股三国热，大家都被主演林更新和林允儿的颜值深深吸引。但大家别忘了，这剧中还有一位帅哥，就是我们的大哥刘备。乍眼一看，严屹宽身披黄锦战袍，英勇神武，再现一代枭雄的霸气傲骨，古装美男，蓄须束发，颜值爆表，尽显王者风范，被网友称赞为史上最帅刘备。同时也被调侃，严屹宽版刘备可靠刷脸赢天下，主公有颜如此，后宫佳丽何止3000呢？但也有观众是持吐槽态度的，他们认为这样的刘备太过帅气，不符合历史形象。比起所有版本的刘备，他多了2分英气，却少了3分朴实。众所周知，刘备从小是编草鞋长大的，身上一定有普通老百姓的朴实，但这个版本的刘备却多了一些贵族气息，因此排名第3。第2，于和伟版刘备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
相信这个画面大家都很熟悉，曾经火爆的全网。我们打了一辈子仗的刘皇叔也该休息休息了。我们现在抛开表情包不说，就单纯的来看看这个版本的刘备到底怎么样。新三国里于和伟演的刘备，相对于老三国来说，少了几分仁德，多了几分野心。虽然不如老三国更贴近原著，但是新三国本身就不是一部历史教育片，它在很多方面都加入了导演和演员自身的解读和想法。事实上，《三国演义》的刘备也应该是具有称霸天下野心的英雄，或许并非是一个只为复兴汉室的君子。而于和伟则很好的抓住了刘备的人物特点，仁义为表，野心为里，穷则不坠其志，达则剑指天下，演出了草根帝王的那种状态，那种根基薄弱、胸怀大志、历经坎坷的状态。但也有人说这个版本的刘备略显呆滞，而我觉得真实的刘备也是这个样子，不一定是那种意气风发的状态。但刘备有大志，有大志的人的眼神是不一样的。第一，孙彦军版刘备，将此版本的刘备排名第一，自然是无可厚非的。同样，孙彦军老师也是国家一级演员，他的演技真的没得说，在饰演的刘备仁厚方面就足以体现了。他的哭戏也很足，很到位，而且把他前期颠沛流离和心酸无奈表现得很好。但是在汉中之战后，刘备的孤傲和刚愎自用，那种帝王的威严却没看到，并且在伪这方面也没有很具体。而且老三国的表演过于戏剧化了，年轻人在看的时候有点像看戏的感觉。但这版刘备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孙彦军老师跟刘备的古人画像很像，但是这幅画像出自明代画家之手，相似度在70%以上。但总体来说，孙彦军老师的刘备确确实实是最经典的。好了，本次的排行到此结束，以上也只是个人观点，你对我这个看法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有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希望能收到你的反馈。有想看的系列也可以说哦。